大家應該還記得，去年11月，烏克蘭與法國正式簽署雙邊國防合作協議，敲定陣風最晚2028年入伍事宜。當時不少俄粉以陣風單子太多，產量跟不上為理由，笑話烏克蘭又在那裡吃法國畫的大餅。在他們看來，別說2028年，2082年能有一架陣風飛進烏克蘭就算成功。然而最近一則消息卻讓他們的臉色不太好。馬克龍在7月13日的支援聯盟會議上明確表示，2028年陣風入烏將成定局。更讓人振奮的是，法國不僅提供16架戰機，還授權烏克蘭在本土生產法制導彈和制導炸彈，這其中包括紫苑30、SCALP 巡弋導彈以及 ESM 鐵錘炸彈。那麼，倘若到了2028年，普京依舊執着於侵略戰爭，這16架入烏的陣風又能否抗衡俄軍吹噓的最強5代機蘇57？陣風大戰蘇57，看到這句話，不少朋友估計有點難崩。一個是多用途戰機，另一個又是重型隱身戰機，戰略定位和類別完全不同，哪裡有可比性？而且陣風屬於4代半戰機，蘇57歸為5代機，讓4代半戰機比5代機，這不欺負人嗎？實話實說，如果讓陣風跟那些現役的5代機，如 F-35較量，還真欺負人。但很可惜，這是蘇57。在隱身戰機的評價體系裡，有一個核心指標叫雷達反射截面積，也就是大家常說的 RCS。美軍的 F-22，其 RCS 約為 0.0005 平方米，相當於海面上漂浮的一顆玻璃彈珠。美軍的 F-35，其 RCS 約為 0.005 平方米，大概是一隻在高空飛行的雨燕。而這位號稱俄羅斯空天軍希望的蘇57呢？根據蘇霍伊市一局自己向專利局申請的技術文件顯示，其設計目標竟然只是將 RCS 降低到 0.1 至1平方米之間。0.1 和 0.005 之間差了多少倍？這哪裡是隱身機，這分明就是一個飛行的不鏽鋼盆。如果你覺得數據還是太抽象，那咱們看看2024年11月發生在那架蘇57原型機身上的名场面。當時俄羅斯為了挽救日漸凋零的軍貿市場，破天荒允許這架戰機在珠海航展進行靜態展示。結果當大家拿着高清相機近距離懟上去的時候，全世界的航空專家集體笑出了聲。在那架所謂的5代隱身机蒙皮上，竟然出現了大量清晰可見的十字螺丝，机身各部分之间存在明显的缝隙，大到能塞进几張盧布。要知道，在電磁波物理學中，每一個凸起的螺絲釘頭都是一個絕佳的雷達波散射點。雷達波照射到這些不平整的表面，會產生劇烈的漫反射，直接在敵方的相控陣雷達屏幕上打出一個耀眼的紅點。這意味着蘇57在雷達屏上就像是個自帶射燈的靶子。反觀2028年入伍的陣風戰鬥機，雖然它在分類上屬於4代半，但它的氣动外形是由達索公司精密計算出來的連續曲率設計，全身大量採用了昂貴的碳纖維复合材料，所有雷達敏感部位都做了巨石狀處理。更夯的是 SPE-CTRA 綜合電子戰系統，這套系統不占用外掛架，完全集成在機身內部，極其緊湊。它具備一種名為虛擬隱身的主動相消技術，其原理是利用機載天線接收敵方雷達波，經過高速處理器分析後，在千分之一秒內發射出一個相位相反的信號，從而抵消掉反射回來的雷達波。這就好比在黑暗中你用手電筒照我，我不僅躲開了，還發出一道光，把你的手電筒光中和了。蘇57那種依靠粗糙機身減弱雷達波的方式，在 SPE-CTRA 面前顯得非常原始且無力。隱身設計與工藝上的差異，讓陣風天然擁有跟蘇57較量的可能。從相關分析看，蘇57的設計更傾向於正面隱身，側方和後半球的特征管理幾乎為零。它的發動機噴管直接暴露在外，沒有任何遮擋和紅外特徵降溫處理。在陣風的 OSF 光電搜索跟蹤系統眼裡，蘇57的紅外信號就像是黑夜中的火炬一樣夺目。陣風可以在雷達完全靜默的情況下，在100公里外就鎖死蘇57的實時坐標。這種單向透明的代差，讓蘇57在起飛的那一刻就已經走在了被發現和鎖定的路上。然而，隱身上面的差距反而不是最可怕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发现，當蘇57因為隱身反射面積被笑話的時候，俄粉總會搬出超機動這3個字，吹噓蘇57擁有無可匹敵的超機動性。比如普加喬夫眼鏡蛇機動、落葉飄和中型機动，經常把自己說的超機動起來。說實話，這些動作在航展上確實好看，能引來滿場尖叫和快門聲，但在現代中距空戰裡，這種動作往往意味着能量的急劇喪失，甚至在陣風掛載的流星空空導彈面前，這種雜技動作等同於自殺。
流星導彈是世界上首款採用固體燃料衝壓發動機的空空導彈。普通導彈，比如俄軍的2771，使用的是傳統的固體火箭發動機。這種發動機點火後會一次性噴完燃料，在射程的前1/3階段加速到極速，剩下的2/3航程，導彈其實是靠着巨大的动能慣性在稀薄空氣中滑行。只要敵機在100公里外做一個劇烈的轉彎，消耗掉導彈的能量，導彈就會因為沒勁兒而追不上。但流星導彈的衝壓發動機帶有一個精密的數字进氣調節閥門，它在飛行的全過程都能保持動力輸出，直到撞擊目標的那一刻依然有4馬赫的高速。流星導彈的不可逃逸區超過了100公里，是俄羅斯所有现役導彈的3倍以上。這意味着一旦蘇57在100公里範圍內被流星導彈鎖定，就會像牛皮糖一樣死死咬住它。我們再看看陣風的腦子 2B12 有源相控陣雷達，這款雷達採用了最頂尖的氮化鎵技術，熱效率和搜索功率高得嚇人。相比之下，蘇57的雷達後端由於受到高精度制裁，依然充斥着大量笨重的模擬電路，這導致它在強電磁干擾環境下處理速度慢得像30年前的不好上網。陣風的雷達可以同時跟蹤40個目標，並鎖定其中最危險的8個進行全自動引導。在2028年的黑海上空，陣風可以通過 Link 16數據鏈接收美軍 E3預警機的情報，它甚至不需要開啟自己的雷達，就能在完全靜默的狀態下發射流星導彈，這叫 A 導 B 射。蘇57的飛行員直到變成碎片的前1秒，可能都不知道導彈是誰發的。更不可思議的是，陣風的瞬時過載極限達到了驚人的11G。在2019年的飛行展示中，陣風通過放寬靜態穩定性的飞控算法，直接碾壓了人類生理極限。蘇57雖然號稱全軸矢量推力，但在這種純粹的數字算法壓制面前，完全處於能量劣勢。陣風還有一項讓蘇57望塵莫及的救命絕活，那就是極其出色的低速可控性。由於採用了近偶和壓抑布局，陣風的降落速度可以低至每小時213公里，它能在400米的簡易公路上完成滿載起降。這意味着烏克蘭可以把這16架陣風藏在民用倉庫或涵洞裡，甚至可以在簡易滑跳甲板上操作。而蘇57這種對地基保障設施極其依賴的重型機，對跑道要求極高。一旦烏軍使用遠程無人機癱瘓了俄軍的跑道，蘇57就只能趴在地上等死。除了陣風，烏克蘭帶來的另一條消息同樣值得我們期待，那就是授權烏克蘭在本土生產多款彈藥。大家認為這意味着什麼？要想明白馬克龍這次決定的核心含金量，我們先來看看歐洲之前的操作。以前烏克蘭接收歐洲援助的武器，最怕的就是2個字：斷供。不管你手裡的導彈有多猛，如果打一發少一發，前線指揮官在按下按鈕時手都會抖。但法國這次直接給出了紫遠30和 SCALP 巡航導彈的完全生產許可，這相當於把防空之盾和遠程之箭的鑄造方法直接刻進烏克蘭的工業基因裡。先說說紫遠30，一句話總結，它是目前攔截蘇57及其伴隨導彈的最優解。紫遠30最出名的黑科技是 PIF/PAF 控制系統，就是在導彈重心處安裝了側向推力火箭，讓導彈能瞬間橫移。普通的導彈攔截只能靠尾翼波動氣流，在稀薄高空反應極慢，而紫遠30在攔截的最後10米，可以通過側向火箭強行改变彈道。不管蘇57的飛行員如何瘋狂操縱拉桿，在那幾十個 G 的橫向機动面前，都只能被物理撞擊成渣。烏克蘭一旦掌握了紫遠30的生產線，就等於在ZR頭頂蓋了一層打不破的盾牌。還有 SCALP 巡夜導彈的本地化生產，這種導彈採用了變態的地形匹配加自主圖像識別指導，它在最後衝向目標的一瞬間，會用攝像頭拍一張目標的照片，然後跟內存裡的3維藍圖對比，只要誤差超過1米，它都會在空中自動微調。這就是為什麼黑海艦隊的那些大區在 SCALP 面前跟紙糊的玩具一樣脆弱。那麼馬克龍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向全世界公布這幾則消息呢？就我看來，這其實是在給本就搖搖欲墜的俄羅斯工業體系補上最後一刀。當烏克蘭的地下車間裡走出掛滿陣風機翼的鐵錘制導炸彈時，蘇57所謂的戰場威懾力在那一刻就已經宣告徹底破產。如果你是俄軍飛行員，你看着自家雷達屏幕上一片雪花，連敵人的影子都看不見，而對方的導彈卻像是有自主意識一樣順着你的領口鑽進來，你還會覺得你是戰鬥民族嗎？只怕會當場變成逃跑民族。不過16架陣風說到底還只是一個藥引子，背後代表着北約全域作戰的介入。馬克龍宣布的2028年其實是給烏克蘭留出了整整2年的系統同步期。在這2年裡，烏克蘭最精銳的飛行員
將在法國和波蘭接受地域式的數字化培訓。這種培訓不是教你如何像在航展上那樣拉煙轉圈給外行看，而是教你如何在一個充滿電子噪聲、信號偽裝的戰場上，利用 Link 16數據鏈去精準割草。到那時，陣風將不再是孤單的戰機，而是實時情報共享的超級終端。正如在這個數字化的戰場上，只有體系化生存，沒有單打獨鬥的英雄席位。你可以嘲笑陣風的進氣道不隱身，但你無法無視它能在130公里外把炸彈扔進你辦公室通風口的精度，更不能无視這16架陣風背後那400家世界級配套供應商的底蘊。那種能在高烈度對抗中保持90%以上出勤率的工業實力，才是最夯的霸权底座。蘇57至今還在為發動機壽命不足2000小時和雷達算法漏洞摳腦袋，而陣風早已在利比亞、阿富汗、敘利亞的戰火中把自己磨成了一把頂級的手術刀。當2018年的陽光灑在陣風那優美的三角翼上，當那套讓所有蘇系電磁頻率都感到絕望的 SPE CTRE 系統全力全開，世界將會親眼見證所謂的俄式硬派神話是如何在數字文明的碾壓下土崩瓦解的。視頻最後，我不禁想問大家一個掏心窩的問題：如果2028年俄烏戰爭繼續升級，蘇57飛出廠房來到戰場上空，陣風出擊，與其展開對決，如果現在讓你選，你是會相信那架滿身螺絲的蘇57，還是會相信這架低調內斂的陣風？我想每一個明白工業精度重要性的人都會給出那個最正確的答案。正如達索公司的格言所說，美麗的飛機必然飛得好。好了，本期關於陣風大戰蘇57的深度解析就到這裡。各位認為這16架陣風真的能像馬克龍預期的那樣，在2028年徹底終結比賽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高見，我會認真看完每一條留言，別忘了點讚、訂閱並轉發。我們下期視頻再見。